一张卫生纸被放在老人的口鼻之处。我死个屁呀！我不还在这儿吗？我。老人还以为这是一场梦，还想着叫醒自己，可那消失的棉被却让他愣了神。再看镜子，里面竟然没有了自己的影子。在他明白自己是真的死了时，检测仪上的心跳也变成了0。儿女们询问父亲去世的时间，母亲却开始支支吾吾。突然醒悟的她开始责怪女儿，可看她的一身装扮，显然是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跑了回来。等小女儿下班回来，老李的身体已经僵硬，看着最爱的小女儿掉了眼泪，老李也心疼得紧。好了，不要难过了啊！不要哭了。尸体放在家里也不是个事，儿子便联系了警察。他把老爷子的情况都如实汇报，包括用卫生纸测试呼吸的事。我觉得好像可能应该死了。真会说话，不死都被你说死了。话刚说完，家里的闹钟响了，那一阵潺潺细流的声音，一家人都觉得吵，可只有老李觉得这喝水的声音很好听。这个是河水声吗？我还以为冲马桶。什么冲马桶？不是，我花2000块钱买的。这个河水声啊，跟我老家的一模一样。说到这里，老李想起了自己的好友，他们从小就光着屁股在河水里游玩，他们是过命的交情，更是从小到大的玩伴。他自顾自地讲着曾经的往事，家人们却在分食刚到的外卖。老伴知道老李不喜欢吃凉的，还特意热了一下，因为烫手，他把肉夹馍放到了老李身上。这样吃得到了哈。看着手里的肉夹馍，老李满眼的欣喜。自从中风和老年痴呆加深，他已经很久没尝过这个味道了。小女儿要开冰箱，母亲赶紧阻拦，可在给她牛奶的时候，一包台南特产却掉了出来。大儿子眼疾手快，直接就抢了过来。眼看自己露了馅，母亲赶忙解释，可是一对时间就知道父亲是在他出门旅游的时候去世的。你把老爹丢在家里，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哦？现在是怎么样啦？母亲见状便开始反驳，把自己的难处像倒豆子一样说出。自从老李5年前病倒，他便端屎端尿的伺候，如此这样的生活跟监狱已经没有了任何区别。我那是李宗伟昨天晚上要死掉。对，都是我的错。死哪天还要看你们有没有空。儿子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便又开始质问母亲，确定了老爹是母亲出门之后才死的，他心里也有了答案。这是过失杀人。又听你放屁了。想到刚才通知了警察，众人心里都有些打鼓。如果实话实说，那将会判过失杀人。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吃光母亲买回来的东西，以免留下证据。说起杀人，老李又想起了陈年往事。那年他参加抗日，也是他第一次开枪杀人。见警察到了，他们赶紧收拾起来，生怕留下证据被警察抓住把柄。问起老李的病史，众人都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。可是如此吵闹，警察根本就听不清楚。一个讲教各位对死亡有没有疑虑？没有。警察有些怀疑，一家人就又开始了解释。如此这般吵闹，警察只觉得脑壳痛。就说是睡觉睡过去了。所以老先生是睡过去了，是吗？所以说老先生是睡就睡过去，然后就自然死亡了，对不对？一家人疑惑地看着警察，警察还完全不自知，只是老李一时间眼神中满是诧异。早点说嘛，我紧张的要命。警察安慰了2句，就跟大儿子交代起后面的事宜。可是一个转身，他才发现了一点不对，床上的那个老人不就正在自己面前吗？也帮我一个忙，我想联络一个朋友。我的包里啊有他的电话。警察一脸懵逼，拿起了桌子上的佛像，可意识到没用时，他赶忙替老李传话。那个。警察吓得不敢说话，老伴则误会了拿起了相册，他一脸冷汗，家人这才把那个包拿了过来。老李说一句，警察就重复一句，在他的指挥下，警察开始翻找带电话的照片。这是这谁？不知道。打电话，快点打电话，快点打电话！一家人为了选择一项吵了起来，那警察现在却满脸的愁容。
你们让我死的那么丑，我以后找你们一个一个就找你们算账。啊，这个男，我先找你。看着他比屎还难看的表情，老伴赶忙安慰。女儿们也发现了照片后面的电话，在犹豫要不要打去电话。而听老李传完了话，那警察就落荒而逃了。这个人是怎样？好贵哦！警察走了之后，并没有人打那个电话。其实母亲认识老赵，他们三人曾经有过感情纠葛，几十年不来往，老伴现在也不想见他。说起老赵，总有回忆会涌上心头。孩子们各忙各的，老李依旧自顾自地说着，说着情绪就低落了下去。他想起了那场战争，也想起了那时候的祖国。满地疮痍不说，耳边总是能听到侵略者的笑声。他带着老赵冲锋，一起在冲锋中受伤。自从那一场大战之后，二人就分道扬镳，直到跟着部队跑到台湾，他们才再次相聚。老李很快就穿戴整齐，殡仪馆的人很是专业。临走之前，老伴细心的擦拭，老李的灵魂也不由自主的靠了上来。太擦干净了。擦了五官，又擦了手脚。殡仪馆的人扛着尸体，儿女也紧跟其后。老李身形健硕，没了这几年的所有毛病，可是却猛然停住，看向了这住了几十年的老楼。他的不舍，就像他的妻子一样。有些终究会消逝，有些印记也终究会抹平。灵车一路前进，由大儿子负责引路，路口要大喊爸爸，水边也要大喊爸爸，一路的桥，一路的水，都要儿子领着前行。今天天气很好哎，想去河堤晒晒太阳了，多好啊！似乎是听到了爱人的欣赏，他喊停了行驶中的灵车，然后一路奔跑，拨通了那个他期待的电话。他借到了一个轮椅，便喊着儿女帮忙。哥哥，把李宗伟抬下来，陪李宗伟走一下啊！我每天都带他来这里散步了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老李微微一笑，那是种有人懂自己的欣慰。他跟殡仪馆的人商量了许久，这才将众人说服。其实这辈子走的也够了。老李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他知道妻子一定会坚持。我跟他结婚40年了，我最了解他了。今天我若无个上来安尼行行，他会恨我一辈子。推着轮椅前行，一家人都缓缓地跟着。老李突然流出鼻血，果然和殡仪馆的人说的一样。母亲担心老李幽闭烦闷，想要让他透透气，还好有儿女拦着，这尸体才没有见光。一辆出租车赶到，老赵跟了上来。这就走了。老赵步履蹒跚地向前，跟老李倾诉着思念。多少个夜晚，他总能梦到老李。他们一起冲锋，一起杀敌，心里面都有着同样的遗憾。因为离家18年。二人遥遥对唱，似乎是真的遇见。握进双手之间，他们都红了眼眶。几十年的生死兄弟，终于在此刻圆满。李宗儿，回家喽，回老家喽，回家喽。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家就在那头。而这一次，他终于可以回到海峡对面的故乡了。阿朱，多下力。爱你是否不该太认真？That's why